侯府的寿宴上，竹马酒后乱性，与人苟且。被当众捉奸时，他将那女子牢牢护在怀里，口口声声喊着我的名字。莹儿别怕，是我情不自禁毁了你的清白，我定会负责娶你为妻。众人哗然，隐在暗处的我浑身一震，心中甜蜜又气恼，只以为是他酒后认错了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可下一瞬，空中突然出现成片的文字，如墨般翻涌。呜呜呜，男主真的好爱。急中生智报出女配的名字，这样被荡妇羞辱的就不是女主了。还不都怪古代太封建，不就是情不自禁吗？非要上纲上线，害得男主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女主。可男主这么做，就让恶毒女配有机会赖上他了。后面男主好不容易迎娶了女主，还不得不让女配做妾，女配也真会恶心人，成天给恩恩爱爱的男女主添堵。倘若没看到这些字符，我可能为了保全傅炎的名声，认下了这次污名。但现在我不愿。我缓步走出阴影，声音出奇的平静。傅哥哥，你怀中这位姑娘，我瞧着面生得很，不知是哪家的小姐。傅炎脸色一变，显然没料到我会主动出来。他怀中的女子则瑟缩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莹儿，傅炎结结巴巴道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轻笑一声，解释你为何要对着一个陌生女子叫我的名字，还是解释你为何要当众毁我清誉？空中文字疯狂滚动。卧槽，女配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她不是应该顺势认下，然后逼男主娶她吗？完了，月儿要暴露了。傅炎脸色铁青，终于松开了怀中女子。苏莹，我什么？我上前一步，目光如刀。傅世子，我苏家虽不及你侯府显赫，却也不是任人欺辱的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谁不知苏家嫡女温婉贤淑，何曾有过这般锋芒？傅炎显然也愣住了，他大概从未想过，那个跟在他身后甜甜叫着傅炎哥哥的小姑娘，会有如此强硬的一面。去请大公子来。我对贴身丫鬟白芷沉声道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周围人听清。白芷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但很快领会我的意思，转身疾步离去。我这位兄长平日深居简出，外人只道他是个病弱丞相，却不知他暧昧如命。得知我受委屈，哪怕傅炎是侯府世子，也要被削掉一层皮。傅炎脸色骤变，上前一步想要阻拦。莹儿，此事何必惊动苏丞相？我们可以私下。私下什么？我冷声打断，眼角余光瞥见那陌生女子正悄悄往人群外挪步。傅世子当众毁我名节，现在倒想私了。空中文字突然剧烈抖动，如沸水般翻涌。卧槽，女配之愣起来了，她这是意识觉醒了吗？我靠，我想看她撕女主，要我被人造黄谣，我也要炸劫。嘘，这不符合设定，系统快点进行更正，我不要女主被撕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不显，只是提高了声音，这位姑娘想去哪儿？事情还没说清楚呢。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聚焦到那试图溜走的女子身上。她身形一僵，缓缓转身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，但很快又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我只是……她声音细如文瑞，身子微微发抖，好不可怜。傅炎立刻挡在她面前，语气软了下来。莹儿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这位是谁？我步步紧逼，能让傅世子不惜当众喊错名字也要保护的女子，想必身份不一般吧。宾客中已有窃窃私语。赵家小姐故意道，确实奇怪，傅世子明明喊的是苏小姐名字，护的却是别人。空中文字疯狂滚动，我耳中也响起了刺耳的声音。女主危机，建议立即启动 B 计划，强制男主行为修正中。傅炎的眼神突然恍惚了一瞬，随即变得坚定起来。他挺直腰背，声音洪亮，诸位，今日之事确实是我酒后失德，但我傅炎敢做敢当，既然毁了这位姑娘的清白，自当负责到底。他转身握住那女子的手，深情款款，月儿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娶你过门。那女子眼中闪过一丝得瑟，随即又换上渲然欲泣的表情。父郎，我不在乎名分，只求能常伴你左右。
好一对痴情鸳鸯！我真要谢谢空中文字对我的提醒了。原来这位姑娘名叫月儿。我轻轻抚掌，声音清脆的让所有人安静下来。那方才傅世子口口声声唤的莹儿，又是何意？全场寂静。傅岩额头渗出细密汗珠，林月儿的表情也僵住了。我缓步走到他们面前，唇角含笑，眼神却冷。莫非傅世子醉酒后，连心上人的名字都能叫错？还是说……我故意顿了顿，你本就打算借我的名头，替这位月儿姑娘挡下今日的难堪？你胡说！林月儿突然尖声叫道，随即意识到失态，又软下声音：苏小姐，我知你心中不忿，但感情之事强求不得。感情？我轻笑一声，我与傅世子自幼定亲，何来强求一说？倒是你，我上下打量他，不知是哪家的闺秀，竟在别人寿宴上与人行苟且之事。林月儿脸色煞白，身子晃了晃，仿佛随时会晕倒。傅岩连忙扶住她，对我怒目而视：苏莹，你何必如此刻薄？月儿她……我刻薄？我声音陡然提高：傅岩，你当众与女子私通，却喊我的名字，现在反说我刻薄，这就是你们侯府的教养？空中文字疯狂闪烁，血色弥漫，我耳中刺耳声巨大。紧急！紧急！女配觉醒度突破 90%， 启动终极防御机制，维持本书剧情正常进行。突然，一阵剧痛袭上我的太阳穴，眼前一阵发黑。我踉跄了一下，扶住身旁的石柱才没跌倒。莹儿！傅岩下意识要来扶我，却被林月儿死死拽住衣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清冷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：舍妹不劳傅世子关心。人群自动分开，我的兄长苏玉一袭青衣缓步而来。哥，我勉强站直身子，心中却是一松。苏玉淡淡扫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傅岩和林月儿身上时，温度骤降。傅世子好大的威风，在我苏家未退婚的情况下，就当众与别的女子私定终身。傅岩脸色难看：苏大公子，此事很简单。苏玉打断他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如冰：我们苏家退婚，并向皇上递折子，参你侯府一个背信弃义之罪。全场哗然。参侯府？傅岩显然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一向低调的我哥会如此强硬。林月儿突然柔声道：这位公子，一切都是月儿的错。父郎他只是……你闭嘴！苏玉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也配插嘴？林月儿如遭雷击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我几乎要为兄长喝彩了。空中文字突然变成血红色，疯狂闪烁。哇哇！系统监测到剧情崩盘风险了，要干预喽！3秒后执行。我心头一紧，还未反应过来，突然听到一声尖叫：有刺客！人群瞬间大乱。混乱中，我感觉有人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整个人向前栽去。傅岩下意识伸手要接，却被林月儿猛地撞开。眼看我要摔在地上，一道青色身影闪过，兄长稳稳扶住了我。而另一边，林月儿不小心跌进了傅岩怀里，两人唇瓣相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又亲在了一起。啊！林月儿惊叫一声，慌忙推开傅岩，泪眼婆娑：我不是故意的。宾客们表情各异，有人偷笑，有人摇头。这场闹剧越发荒唐了。空中文字得意的闪烁：嘿，还好有系统监测干预，不然男主就要舍弃媚宝，继续慕强权了。我死死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好一个强制修正，好一个天命男女主。兄长扶着我手臂的手微微收紧，低声道：别急，来日方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那对佳偶。傅岩正手忙脚乱地安慰抽泣的林月儿，眼中满是心疼。曾几何时，那样的眼神只属于我。傅世子，我缓缓开口，声音平静的可怕：今日之事，你我心知肚明。苏家明日便会派人去侯府退亲，从此……我顿了顿，一字一句道：断一绝。转身离去时，我听到林月儿小声对傅岩说：他终于放手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回府的马车上，我死死攥着帕子，指节发白，犹豫要不要将空中诡异的文字告诉哥哥。
可我怕他也被什么系统坑害。方才发生的一切的确让我心有余悸。犹豫间，哥哥从袖中取出一方雪帕递给我，擦擦手，指甲都掐进掌心了。见我还在发懵，他叹气，用帕子细细擦我的手心。今日之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声音平静，侯府必须给苏家一个交代。我抬头看他，哥哥苍白的面容在晃动的车帘光影中忽明忽暗，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中似有暗流涌动。可复言他配不上你。哥哥打断我，语气罕见的严厉，一个为户外事不惜毁你清誉的男人，不值得你多看一眼。我鼻尖一酸，是啊，那个会为我摘早春第一枝梅花的少年，早已死在了时光里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我轻声道，为何他突然变成这样？空中突然浮现一行文字：傻姑娘，因为你是恶毒女配啊，男主注定要和穿越女主在一起的。我瞳孔骤缩，猛地抓住哥哥的手臂，哥，怎么啦？他立刻警觉地环顾四周，没事。我强自镇定，那些文字又消失了。哥哥狐疑地看我一眼，终是没再多问。回府后，我把自己关在闺房，让白芷备了热水，浸在浴桶中。我一遍遍回想着今日种种。林月儿，她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为何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与傅言相识亲密？我让白芷去调查。次日清晨，我刚梳妆完毕，管家就来报：小姐，侯府来人了，说是来赔罪。我冷笑一声，让他们在前厅候着。对着铜镜，我特意选了深正红色衣裙，好好梳妆打扮。既然要撕破脸，那就态度彻底些。前厅里，傅言独自站着，见我来，他眼睛一亮：莹儿。傅世子慎言。我冷声道：你我已无婚约在身，请称我苏小姐。他脸色一僵：莹儿，昨日是我糊涂。我轻笑。傅世子昨日在众人面前可是清醒得很，口口声声要娶那位月儿姑娘呢。傅言竟直接跪了下来：莹儿，我知错了，是那林月儿勾引我。我一时鬼迷心窍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这就是我倾心多年的少年郎，出了事便把责任全推给女子。空中文字突然出现：妈呀，男主崩人设了，原著里明明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啊，系统快修复，这男主怎么变渣男了？我心中冷笑，看来这系统也有掌控不了的时候。傅世子请起。我后退一步：你既已心有所属，苏家成全你们。只是，我话锋一转，昨日你当众喊我名字毁我清誉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傅言脸色煞白：我可以补偿。不必了。兄长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他一身官服，显然是刚下朝回来。侯爷已经答应将城西那处庄子赔给苏家作为补偿。傅言猛地转头：那是我娘的嫁妆。兄长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口，或者我今日就把折子递到御前。听说皇上最近正为勋贵子弟德行有亏的事头疼。傅言顿时蔫了。我心中暗惊，兄长竟真能让侯府割肉赔款，苏家何时有这般能耐了？待傅言灰溜溜离去，我忍不住问道：哥，皇上真的会管这等小事？苏玉唇角微勾，自然不会，但侯府不敢赌。他递给我一封信，看看这个。信上写着林月儿的来历，原是个江湖卖艺女子，2月前突然出现在京城，以新奇诗词和古怪发明引起不少公子哥注意。2月前，我喃喃道，那不正是傅言开始对我冷淡的时间？那时我提醒他准备一样必备的聘礼。我们苏家祖上来自南越，向来有郎君列2只狮头雁为聘礼的习俗。事儿不难，但他嫌弃我的要求辱没他斯文身份，与我争吵了一番。后来他主动和我道歉，送上了一对鸳鸯，我便开解自己，鸳鸯寓意更好，这事儿就当过了。没想到他竟那时就和这个林月儿有了首尾，此女不简单。兄长沉声道：他那些所谓发明，闻所未闻。我心头一跳，看来这林月儿有可能是异世之人。哥，我想见见他。兄长皱眉：胡闹，不是现在。我轻声道：他定然也想见我，虽然只打了个照面，可林月儿眼中对我的恨都是真的，他是真切的希望我死。3日后，
重逢的机会来了。当日与我坐在一席的好友赵家小姐下帖邀我去游湖，说是有好戏看。到了湖边才知道，原来是傅岩带着林月儿在画舫上宴客，公然出双入对。苏姐姐，你可算来了。赵家小姐拉着我上了一条小船，咱们靠近些瞧瞧。画舫上，林月儿一袭白衣，正抚琴唱曲。那曲子调子古怪，词句更是直白的令人脸红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傅岩听得如痴如醉，满座宾客也都露出惊艳之色。这是他自己做的曲。赵小姐小声道，已经传遍京城了，都说他才情绝世。我却觉得这不是他创作的。果然空中文字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哇塞，女主把现代歌曲古风化了，这波文化碾压太爽了。坐等女配自惭形秽。所以林月儿是靠着所谓的现代文化来我们这欺世盗名吗？我若有所思。小船靠近画舫时，林月儿突然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挑衅。她停下抚琴，娇声道：傅郎，那位不是苏小姐吗？不如请她上船一叙。傅岩这才发现我，顿时慌了神。月儿别闹。怕什么？林月儿高声道：莫非苏小姐还记恨那日之事？月儿愿意赔罪。好一招以退为进。在众人注视下，我淡然起身。好啊。登上画舫，林月儿亲热地来拉我的手。苏姐姐。我侧身避开。林姑娘请自重。我苏家清清白白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攀亲戚的。其他人见状面露讥嘲。林月儿眼圈立刻红了。苏小姐何必如此？月儿只是仰慕。仰慕什么？我冷笑。仰慕如何勾引有妇之夫，还是仰慕如何冒用他人名讳全身而退？傅岩拍案而起。苏莹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我环视众人，诸位评评理，是谁在寿宴上与人苟且却喊我的名字？是谁不顾婚约在身，公然与外士出双入对？宾客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。林月儿突然泪如雨下。苏小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与傅郎是真心相爱。真心？我轻笑。那林姑娘可敢告诉大家，你那首原创曲子是从何处抄来的？她脸色骤变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早让兄长查过，这曲子与江南某青楼流传的淫词艳曲极为相似。虽然明知是他从现代带来的，但用这个理由足够让他难堪。果然，一听青楼二字，在座公子们脸色都变了。傅岩更是惊疑不定地看着林月儿。你血口喷人。林月儿尖声道。就在这时，画舫突然剧烈摇晃起来，我站立不稳，向船边跌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玄色身影掠过水面，稳稳接住了我。待回过神来，我已安全站在数十丈外的岸上，面前是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。姑娘小心。他声音低沉，说完便要转身离去。我愣在原地，这人是谁？为何要帮我？远处画舫上一片混乱，林月儿在众人面前摔了个狗啃泥，精心打扮的形象全毁了。空中文字疯狂滚动。该死啊，怎么让女配反击成功了？系统不行啊，快点给女主补给力量，让女配早点 GG。 面具男转身欲走，我鬼使神差地伸手拽住了他的衣袖。阁下留步。我手指微颤，救命之恩不知如何报答。面具人脚步一顿，却没有回头。胡风拂过，吹起他腰间一块玄铁令牌，上面隐约可见玄隐二字。姑娘认错人了。她刻意压低的声音里有一丝不自然的僵硬。我心头一跳，这声音虽然刻意改变，却莫名熟悉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画舫上突然传来林月儿尖锐的叫骂声。是苏莹，是她嫉妒我推的我。只见她浑身湿透地趴在船边，发髻散乱，哪还有半点才女风范。傅岩正手忙脚乱地拉她上来，我隔着远，但是还是将她不要脸的话听到了耳中。空中文字突然闪烁，增加新人物了。这人什么身份？竟然就女配。可恶，咱们这本不是媚宝万人迷的文吗？怎么一个两个都偏心女配啊？他刚才救人的手法真帅啊，感觉比女主哥哥还酥。接着字幕颜色又变成通红，耳畔刺耳生刺了。
警告：剧情偏离度45%，立即清除干扰因素。面具人猛地将我往身后一护，右手按在剑柄上。就在这时，一支暗箭破空而来，直取他咽喉。小心！我惊呼。电光火石间，面具人侧身一闪，箭矢擦过他的面具。锵的一声，银色面具应声而落。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我瞪大眼睛看着那张熟悉到骨子里的面容，哥哥苍白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无奈，随即眼神凌厉地扫向暗箭射来的方向。那个病弱不堪的丞相兄长，此刻却如出鞘利剑般锋芒毕露。待在这儿别动，他低声嘱咐，身形一闪便消失在湖边柳林中。远处传来几声短促的打斗声，很快归于平静。我站在原地，脑中一片混乱。哥哥会武功，而且看起来身手不凡，那这些年病恹恹的样子都是……小姐，白芷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您没事吧？刚才有人看到。我没事，我机械地回答，眼睛仍盯着柳林方向。不多时，我哥缓步而出，衣袂飘飘。要不是他衣袍上的血迹昭示他刚经历了一场战斗，我都怀疑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。丞相，白芷讶异于我哥竟然没在朝上。回家再说。他路过我身边时低声道。回府的马车上，我死死盯着对面神色如常的哥哥，有千万个问题堵在喉咙里，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哥哥轻叹一声，掀开车帘确认无人跟踪后，从怀中取出那块玄铁令牌放在茶几上。我拿起令牌，触手冰凉。玄影令3个古篆字清晰可见。玄影阁主。我声音发颤。那个令朝野闻风丧胆的江湖组织。哥哥微微摇头，副阁主。阁主是我师父。我猛地想起，年少时他被神医断定活不过20，而现在哥哥他已经26了。是因为暗中跟着玄影教习武锻炼吗？我平缓了心绪，好奇问他，所以你能让侯府赔偿，并不只是因为陛下的缘故。他唇角微勾，侯也知道玄影阁的手段。空中突然浮现文字：卧槽，病弱丞相是隐藏大佬，这什么神展开？原著里苏玉不是早死的背景板吗？系统 bug 了吧？我下意识看向兄长，却见他目光同样落在那片文字上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哥，你能看到？我心跳如鼓。兄长沉默片刻，轻轻点头，自小就能。我如遭雷击。原来这些年，兄长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些诡异文字的困扰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眼眶发热。起初怕吓着你，他轻声道，后来发现这些文字似乎能预知未来，便想先弄清楚。他顿了顿，直到寿宴那天，看到文字称你为恶毒女配，我才明白我们可能活在别人书写的故事里。我攥紧令牌，胸口发闷。所以我的痛苦，我的感情，在这些天道剧情眼里，不过是为了衬托别人的工具。林月儿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突然道，她带着异界知识来这个世界，那些诗词歌曲都是剽窃的。哥哥点头，我查到他2月前突然出现在京城，言行举止与常人迥异。他还说有什么系统加持。我回忆着画舫上的对话。兄长修长的手指轻扣茶几，今日那支暗箭应该就是所谓系统的手段。他似乎能操控普通人行动。我想起文字提到的清除干扰因素，不由打了个寒战。他想杀你，因为他发现我脱离了设定。苏玉冷笑，他们所想的苏玉应该是个早死的病秧子。我心头一痛，猛地抓住哥哥的手。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哥哥既然已经打破早夭设定，改写了命运，那我也能。哥哥安抚性拍了拍我的手，别怕，既然我们都能看到剧情，就代表有反抗的机会。他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巧的铜盒，这是我阁主师傅给的断元香，点燃后可干扰系统对周围的控制。你随身带着。我们马车内现在也燃着这个熏香。我接过铜盒，突然想起一事。哥，难道不能直接抓着林月儿通过审问排查她来历吗？玄影阁手段非常，我不觉得林月儿有底气坚持到最后。我哥摇头，除了系统干扰外，
我怀疑他背后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做靠山。我心头一跳，那我们只能等他们发难吗？主动钓鱼。我割唇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，既然林小姐喜欢抄袭，我们就送她一份原创大礼。马车缓缓停在苏府门前，下车时，我哥突然轻咳2声，瞬间又变回了那个人人熟知的病弱丞相。莹儿，扶我一下。他虚弱地伸出手，眼神却狡黠如狐。我忍笑搀住他，哥哥小心台阶。管家匆匆迎上来，大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说皇上急召。哥哥眸光一沉，低声道，今晚别出门，我回来再详谈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抹撒着手中的玄铁令牌，心中既忐忑又莫名安定。原来在这场荒谬的剧情里，我从来不是一个人。回到闺房，我静静思考着该怎么配合兄长应对。空中又浮现文字，完了，反派兄妹联手了，这还怎么玩？系统快想办法，女主快跑，这对兄妹要黑化了。我轻轻笑了，原来在剧情眼里，我们成了反派，那便反给你们看。夜深人静，我独坐窗前等待哥哥。小姐，该歇息了。白芷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手里端着安神茶。我摇头，再等等，兄长还未回来。白芷欲言又止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放下茶盏退了出去。他知道我的倔脾气，认定的是9头牛都拉不回。窗外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，3更天了。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忽然听见窗棂轻响。谁？我警觉地站起身，一道黑影翻窗而入，落地无声。待他直起身，我才看清是兄长，只是他换了一身夜行衣。哥，我压低声音，你怎么走正门会惊动府里人？他摘下蒙面黑巾，脸色比平日更加苍白。莹儿，有件事必须现在告诉你。我心头一紧，连忙倒了杯热茶递给他。兄长接过却没喝，只是握在手中取暖。皇上今日召我，是因为边关急报。他声音压得极低，北境出现一群自称玩家的怪人，能预知战事，还会些妖法。玩家？我猛然想起空中文字曾提过这个词，和林月儿一样。兄长眸光幽深，更麻烦的是，他们似乎受某种力量保护，普通刀剑伤不了。我想起今日那只暗箭，那系统能操控人对付你们？不止。兄长从怀中取出一卷密函，这是玄隐阁暗探送来的。那些玩家在找一个叫主系统的东西，据说得到它就能掌控这个世界。我展开密函，上面画着奇怪的图案，9颗星辰环绕一只眼睛。不知为何，这图案让我太阳穴突突直跳。这是什么？观星阁的标记。兄长沉声道，一个传说中能沟通天地的神秘组织，已经消失100年了。但现在……他话未说完，窗外突然传来咔嚓一声。哥哥眼神一厉，手中茶盏猛地掷向窗外。啊！一声惨叫传来。与此同时，兄长身形如电，瞬间破窗而出。我急忙跟到窗前，只见一个黑衣人从屋顶滚落，被我哥一脚踩住胸口。谁派你来的？黑衣人狞笑一声，突然口吐白沫，转眼就没了气息。死士。兄长皱眉检查尸体，从死人怀中摸出一块令牌，正是观星阁的标记。我背后沁出一层冷汗。这个组织真的存在，而且已经在监视我们。空中文字突然疯狂闪烁，警告，世界观泄露，紧急启动记忆清除程序，目标锁定苏莹、苏玉。莹儿小心！兄长猛地扑过来，将我护在身下。一阵刺目的白光闪过，我眼前一黑，只觉天旋地转。恍惚中，似乎听见兄长发出一声闷哼。哥！我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被他死死按住。别动！他声音虚弱，等光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白光终于消散。我睁开眼，发现兄长脸色惨白如纸，唇角竟有一丝血迹。你受伤了？我慌乱地掏出手帕。哥哥摇摇头，勉强站起身，没事，只是内力消耗过度。他擦掉血迹，眼神凝重，这就是系统的力量。我扶他坐下，心中骇然。
如果刚才没有我哥保护，我会怎样？被抹去记忆，还是直接消失？他们怕了。我哥突然冷笑，既然不惜暴露也要阻止我们探查，说明关心阁确实是关键。我思索片刻，哥，你说林苑会不会也是玩家，或者和关心阁有关？很有可能。我哥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条，醉仙楼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3日后我们给林小姐一个惊喜。我接过纸条，上面写着黑狗血、桃木钉、朱砂符已备妥。这些真能对付他？师傅说，异世之魂最怕这些至阳之物。我哥眼中闪过一丝锋芒，尤其是黑狗血，能暂时切断他与系统的联系。我小心收好纸条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哥，如果林苑真是玩家，那他的任务是什么？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兄长沉默良久，才轻声道，我猜他的任务就是确保剧情按原著发展，而你是最大的变数，所以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系统的威胁。这个认知让我既恐惧又莫名兴奋。3日后，我亲自去醉仙楼。我坚定地说。兄长却摇头，太危险，你留在府里，我去会会他。不行。我抓住他的手臂，他认得玄影令，一见你就会警觉。而我冷笑一声，在他眼里不过是个恶毒女配，最容易放松警惕。兄长眉头紧锁，最终他叹了口气，好吧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一旦情况不对，立刻撤退。他从怀中取出一只精巧的银哨，玄影阁的求救信号，吹响它，方圆10里内的阁众都会赶来。我接过银哨，我会小心的。我轻声承诺。窗外泛起鱼肚白，兄长起身告辞，我得回房了，免得下人起疑。走到门口，他突然转身，对了，傅言后日要带林苑去大相国寺上香。我挑眉，这要巧？醉仙楼就在大相国寺附近。兄长唇角微勾，确实很巧。目送他离去，我抹撒着银哨，心中已有计较。林苑，这次该轮到我来给你惊喜了。3日后，我按计划来到醉仙楼。为掩人耳目，我扮成公子模样，戴着帷帽，只带白纸一个丫鬟。天字号房在醉仙楼顶层，清幽雅致。推开雕花木门，屋内陈设简单，正中摆着一张紫檀圆桌，桌上放着一个盖着红布的托盘。我掀开红布，托盘上整齐摆放着几样东西。一碗暗红色的液体，想必是黑狗血，3根桃木钉，一叠朱砂符纸，还有一只做工精巧的金簪，簪头是一朵含苞待放的梅花。这是防身用的。身后突然传来兄长的声音，我回头见他不知何时已站在窗边，依旧一袭青衣，却戴着银色半面面具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又惊又喜。兄长走近，拿起那只金簪，轻轻转动花苞，会射出3根淬了麻药的细针。他将金簪插入我发间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我心头一暖，刚想道谢，却听楼下传来一阵喧哗。从窗口望去，只见傅言的马车正停在醉仙楼门前，林苑一身素衣，娇弱无力地靠在他怀里。来得真准时。兄长冷笑，按计划行事，我就在隔壁。他身形一闪，如鬼魅般消失在屏风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下一关，静候猎物上门。不多时，楼梯传来脚步声。门被推开时，我正背对着门口欣赏墙上的字画。这位公子，可否行个方便？傅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内子身体不适，想借雅间歇息片刻。我缓缓转身，看着傅言瞬间变色的脸，微微一笑，傅世子，别来无恙啊。苏莹，他瞪大眼睛，你怎么在这？哎呀，这不是苏小姐吗？林苑从傅言身后探出头，眼中闪过一丝警惕，面上却笑得甜美，真是巧呢。我打量着这位来自异世的玩家实体。林苑今日打扮得格外素净，一袭白衣，发间只簪一支木钗，倒有几分出尘脱俗的味道。可惜眼中那抹嫉恨出卖了她。确实很巧，我示意他们入座，既然遇上了，不如一起用膳。傅言明显想拒绝，林苑却抢先道，那就叨扰了。他款款入座，目光在房内扫视一圈，最后落在那盖着红布的托盘上。我注意到他鼻翼微动，
似乎在嗅什么气味。果然，他脸色突然一变，猛地站起身。我突然想起还有事。急什么？我一把按住他的手，没想到他的手触感冰凉的不似活人。菜还没上呢。就在这瞬间，林月儿突然瞳孔收缩，死死盯着我发间的梅花簪。他嘴唇颤抖，像是见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他声音尖利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莫名其妙，下意识摸了摸发簪。就在这时，林月儿猛地推开傅岩，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朝我刺来。莹儿小心！傅岩惊呼。我侧身闪避，却不慎碰翻了桌上的黑狗血，碗摔在地上碎裂，暗红液体溅了林月儿一身。啊！她发出不似人声的尖叫，皮肤竟冒出丝丝白烟。更可怕的是，她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，仿佛有无形的屏障被打破了。现在！兄长一声厉喝，破窗而入，手中桃木钉直取林月儿眉心。没想到林月儿被刺中后，脸上竟浮现出诡异的笑容，声音突然变得低沉沙哑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？傅岩已经吓傻了，瘫坐在地上。月儿你闭嘴！林月儿头也不回的一挥手，傅岩就像被无形的手掐住喉咙，脸色瞬间涨红。兄长见状，立刻甩出3张朱砂符，符纸在空中无火自燃，化作3道金光射向林月儿。雕虫小技！林月儿冷笑，抬手一挥，金光竟被他吸入掌心。我心头大骇，这就是系统的力量。空中文字疯狂闪烁。卧槽卧槽卧槽！这对兄妹竟然知道怎么驱逐穿越玩家！天哪！系统快带女主撤离！她死了，这剧情还怎么进行下去？哇哇！这就是纸片人觉醒的力量吗？这对反派兄妹好强！林月儿显然也看到了这些文字，她脸色阴晴不定，最终狠狠瞪了我一眼。苏莹，我们走着瞧。说完，她身形一晃，竟凭空消失了，只剩下傅岩瘫在地上大口喘气，眼中满是恐惧。他不是人，傅岩颤抖着说。兄长冷冷扫了他一眼，现在知道了。傅岩突然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莹儿，我错了，都是那妖女迷惑我，滚开！我一脚踢开他，心中既厌恶又怜悯。曾几何时，我竟为这样的男人伤心。兄长走到那滩黑狗血前蹲下，用手指蘸了一点闻了闻，果然有效，但还不够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取下梅花簪，发现花苞处有微光闪烁。兄长神色凝重，他受伤了，短时间内不会再现身，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观星阁，只有那里才有彻底消灭系统的方法。傅岩突然插话，观星阁，我好像听父亲提起过。我和兄长同时看向他，说清楚。兄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。傅岩咽了口唾沫，去年皇上寿宴，父亲喝多了说漏嘴，提到观星阁在皇陵地下，有9位守墓人世代看守。皇陵？我和兄长对视一眼，都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惊。当今皇陵可是禁地，擅入者死。还有呢？兄长厉声问。傅岩摇头，就这些了。父亲醒后还警告我不许外传。兄长松开他，转身对我道，准备一下，3日后先皇继承，皇上会率百官去皇陵祭拜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点头，心中却有些不安。这一切未免太顺利了，简直像是有人故意引导我们去找观星阁。思索时，傅岩突然又开口，苏小姐，我能不能？不能。我冷漠地打断他，傅世子，从今往后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他脸色灰败，踉跄着离开了。待他走后，兄长突然捂住胸口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哥！我慌忙扶住他。没事，他擦掉嘴角血迹，刚才强行催动内力，有些反噬。我心疼不已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哥，林月看到梅花簪时为什么那么激动？兄长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那是我按照娘亲的遗物打造的。娘亲她很可能也来自异世。我如遭雷击。娘亲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，记忆中她总是温柔地笑着，会唱一些奇怪的歌谣，所以系统才会针对我们。我恍然大悟，因为娘亲留下了对抗她的方法。兄长点头，我怀疑观星阁和娘亲有关。
他临终前给了我一张图，上面画着9星连珠的图案，9星环绕一只眼。我猛然想起密函上的标记，就是观星阁的标志。没错。兄长深吸一口气，莹儿，这次皇陵之行凶险万分，你确定要一起去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当然。别忘了，我可是玄影副阁主的妹妹。兄长终于露出一丝笑意，揉了揉我的头发。好，那这3日好好准备，我会教你一些保命的功夫。离开醉仙楼时，我回头望了一眼这座京城最繁华的酒楼，心中隐约有种预感。3日后的皇陵之行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命运。祭祖大典当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随兄长来到了皇陵外围。作为丞相家眷，我有幸位列命妇队伍，而兄长则随百官同行。皇陵依山而建，气势恢宏。我按照兄长指示，在袖中暗藏了梅花簪和几张朱砂符，腰间香囊里则装着特制的断元香。祭典开始后，我一边跟着命妇们行礼，一边暗中观察四周。按照傅言的说法，观星阁入口应该在先帝陵寝附近，可那里戒备森严，有禁军把守，如何靠近？就在我苦思对策时，空中突然浮现一行血红色文字：警告，关键剧情人物偏离主线，启动强制修正程序。接着字符乱飞，文字变得嘈杂。算了吧，我感觉这本书里面反派太强大了，系统和女主明显斗不过啊。没错，让系统把妹宝藏起来，换个男主，比如攻略皇帝也行，这样就能直接杀掉反派了。我心头一紧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就听一阵骚动从百官队伍中传来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场面瞬间大乱，只见10几个黑衣人从四面八方杀出，直扑御驾。禁军立刻结阵护驾，百官四散奔逃。混乱中，我看到兄长朝我使了个眼色，随即假装中箭倒地。我心领神会，趁乱溜出命妇队伍，借着烟火的掩护，向先帝陵寝方向前去。陵寝入口处果然只剩下2名守卫。我躲在石像后，正犹豫如何引开他们，忽听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还未回头，一只冰凉的手捂住了我的嘴。别出声，是我。熟悉的声音让我瞬间放松，是我哥。他换了一身黑衣，脸上戴着银色面具，做好了乔装。守卫交给我，他低声道，你先进去，在明殿等我。说完，他身形一闪，如鬼魅般掠向那2名守卫。只听2声闷哼，守卫应声倒地。我趁机溜进陵墓入口，墓道幽深昏暗，只有壁上的长明灯提供微弱光亮。空气中弥漫着陈腐的气息，混合着某种奇特的香料味道。我小心前行，心跳如鼓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前方豁然开朗，一个巨大的圆形地宫出现在眼前，穹顶上镶嵌着无数夜明珠，组成浩瀚星空。地宫中央是一座9层高台，台上摆放着一口透明水晶棺。我屏住呼吸走近，惊讶地发现棺中躺着一位白衣女子，容貌竟与娘亲有7分相似。这是……你猜的没错，她是娘亲的同胞妹妹，我们的姨母。兄长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。我回头见他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后，手中拿着一卷竹简。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兄长轻叹一声，带我走上高台。20年前，娘亲和姨母从异世穿越而来，娘亲选择隐姓埋名嫁入苏家，而姨母则加入观星阁，试图找到回去的方法。她指着水晶棺，但在一次实验中，姨母意外触发了系统防御机制，被反噬身亡。临终前，她将观星阁的秘密和对抗系统的方法记录在这卷破戒书中。我接过竹简，只见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奇异文字，竟与娘亲留下的笔记如出一辙。所以系统才会针对我们。我恍然大悟，因为我们继承了娘亲的血脉，有可能威胁到她。兄长点头，没错，林院就是系统派来清除变数的穿越玩家。我正想细看破戒书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。不好，系统发现我们了！兄长一把拉住我，快走！话音刚落，地宫四壁突然裂开，无数黑影如潮水般涌出。那些黑影没有固定形态，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意。兄长拔剑出鞘，
跟紧我。我们边战边退，向地宫深处跑去。黑影穷追不舍，数量越来越多。就在我们快要被包围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道石门，门上刻着9星连珠的图案。就是这里。兄长从怀中取出一块玉佩，我认出那是我们娘亲的遗物。他快速将玉佩按在石门中央的凹槽上，石门缓缓开启，我们闪身而入。石门在黑影扑来的瞬间轰然关闭。门后是一个狭小的石室，墙上挂满了星图。正中央的石台上悬浮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水晶球，内部有星光流转。观星仪，兄长眼中闪过一丝激动，这是控制整个系统的核心。我正要上前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，真是感人的兄妹情深啊。林月儿不知何时出现在石室门口，手中握着一把泛着黑光的长剑。你们以为逃到这里就能赢？他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，系统已经锁定这个世界，你们谁也逃不掉。兄长将我护在身后，林月儿，或者说第742号玩家，你以为系统真的信任你吗？林月儿脸色一变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编号？破解书里记载了很多有趣的事。兄长冷笑，比如玩家不过是系统的棋子，用完即弃。胡说！林月儿厉声道，主系统承诺过，只要我完成任务，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那你看看这个。兄长突然从怀中掏出一面铜镜扔给他，林月儿下意识接住，镜中竟浮现出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身影。这是我？她声音颤抖，怎么会？你的本体早已脑死亡。兄长冷声道，系统只是在利用你的意识能量。林月儿如遭雷击，手中长剑当啷落地。就在这时，整个石室突然剧烈震动起来。警告！核心区域遭到入侵。冰冷的机械声响彻石室。系统启动了自毁程序。兄长脸色大变，莹儿，快触碰观星仪！我冲向石台，林月儿却突然回过神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不准碰，那是我的任务目标。放手！我奋力挣扎，发间梅花簪突然射出一道金光，正中林月儿眉心。啊！她惨叫一声，松开了手。我趁机扑向观星仪，双手按在水晶球上。霎时间，无数画面如潮水般涌入脑海。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们所在的世界不过是高等文明创造的一个虚拟实验场。系统是管理程序，玩家是测试员，而像娘亲这样的穿越者，则是意外掉入漏洞的异常数据。观星仪正是控制这个世界的后台终端。莹儿！兄长的呼唤将我拉回现实。水晶球中的星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。系统在关闭。兄长大喊，快修改权限！我福至心灵，对着水晶球说出娘亲教过的那首奇怪歌谣。霎时间，水晶球爆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林月儿发出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开始分解成无数光点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整个人如沙粒般消散在空气中。与此同时，石室开始崩塌。走！兄长拉着我冲向侧门。我们沿着狭窄的密道狂奔，身后不断传来坍塌的轰鸣声。不知跑了多久，前方终于出现一丝亮光。我们冲出密道，发现竟来到了皇陵后山。回头望去，整座皇陵正在缓缓下沉，扬起漫天尘土。结束了？我气喘吁吁地问。兄长望着逐渐平静的地面，轻声道：不，是新的开始。他举起手中的破戒书，现在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管理员了。我看着半空，那边的文字已经不再鲜红，只死寂一般飘着。反派逆袭，剧本世界崩塌，现悬赏加倍，务求 S 级玩家加入。好半晌，文字又渐渐活跃起来。靠，神经病，让你别惹他们不听，还喊人来当炮灰。我感觉和他们做朋友比做敌人活得久。当玩家如果是和反派做朋友，我愿意将我学到的以文化交流的方式给到他们。我默默点头，如果是文化交流而不是掠夺，我们欢迎他们的到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